新文化日本，欢迎大家。连着录了3期的军国主义啊，话题有点沉重了，所以这期咱们聊点轻松的。正好今天中午久违的吃了一顿吉野家，所以咱们就开一个日本企业史前考古系列，讲讲这个日本卖牛肉饭的元祖企业吉野家。说起吉野家，我想起个故事来，真事儿。20年前我刚来日本留学，业余时间呢，在一个日本工厂打工。因为工厂一般都离学校比较远，所以我们那会儿是5个留学生拼一辆车，开车一起去工厂，下了工再一起回来。正好有一天特别忙，中午都没顾上吃饭，下午又加班，等打卡下班了都已经挺晚了。有人就说这么晚了，咱们就别着急回去了，那边是吉野家，咱们一起去吃饭吧。5个人，1个提议的，另外3个都赞成，只有1个刚来日本没几天的小孩特别别扭，怎么说都不去，说破天也没用。提议这哥们儿就奇怪说，怎么了？都这点你不饿呀？咱们去吉野家吃顿饭，你是没钱吗？小孩说，不是，我不认识吉野啊，我去人家干嘛？感情啊是不知道吉野家是个餐厅的名字。我是北京人，记忆里我好像上初中那会儿，92、93年的北京就有吉野家了。我那会儿最爱吃的就是蔬菜牛肉饭或者双拼饭。后来到日本才知道，这俩日本都没有。日本吉野家的牛肉饭特别简单，就是牛肉片、洋葱带点肉汤，一盖饭就可以吃了。您别小瞧这碗饭这么简单。1899年，大清光绪25年的时候，有个叫松田荣吉的人，就在东京日本桥开了个小饭馆，专门卖这个。我们这位荣吉师傅原来一直在高级日料店工作，手艺不错。牛肉饭就是把当时还属于高级餐食的牛肉火锅给简化了一下，做成了盖浇饭。由于荣吉师傅的老家就在大阪府一个叫吉野的地方，同时又希望来的客人能有一个宾至如归的感觉，所以店名就叫吉野家。当时日本啊正处于明治维新的后期，虽然说国力变强了，国家西化了，但是一般老百姓大多还是沿用过去的饮食习惯，每顿饭就是1菜1饭1汤，1盘咸菜，1碗麦饭，1个酱汤。所以你想那个牛肉饭，咸菜换成了牛肉，麦饭改了大米饭，还有泡饭的肉汤，这一下口感、营养、味道全面提升啊！而且做好的牛肉饭还要盛到一个高级的瓷碗里再端给客人，美食配美器，体验感拉满。当时这家店开在日本东京的日本桥附近，有一个很大的蔬果水产市场，很多在里边靠体力过活的人都喜欢这口。荣吉师傅就靠着这个小店养家糊口，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转眼就到了1946年，日本战败的第2年。荣吉师傅岁数也大了，就把吉野家这块招牌传给了自己的儿子松田瑞穗。真的是传了块招牌啊！因为45年美国轰炸东京，把1/4的东京啊从地图上给抹平了。老荣吉师傅最早那家吉野家早就成炮灰了，但是没关系，店没了，人和手艺还在。我们这位邵掌柜的就换了个地方，没店面没关系，摆个小吃摊继续卖牛肉饭，真不错。1年时间就从一个小吃摊发展成了20多平米，能坐15个人的一个店铺了。东西好吃嘛，天天排大队。1年的销售流水差不多1500万日元。注意啊，那会儿的工资低，只有今天的1/20，所以换算成今天的购买力，这个业绩相当不错了。生意稳定了，我们这位小松田就干了2件事儿。一是把自个儿家这个小店法人化，1958年成立了株式会社吉野家，松田瑞穗就是1代目社长，咱们后面就叫他松田社长吧。松田社长一琢磨，我都企业家了，年商1500万有点少，
先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吧，比方说我先挣他1个亿。可你店铺面积就这么大呀，坐满了才15个人，好办，开源节流。首先延长营业时间，24小时，没有休息日，连轴转。原来的女服务员体力跟不上啊，全换男的。不仅如此，还得增加翻台率，提高每一张桌子的赚钱效率。怎么办？调整菜单，就留下一个牛肉饭，剩下的全都不要，酒水不提供，客人吃完了赶快走，后边还人排着呢。而且本来牛肉饭的浇头来自于日式火锅嘛，除了牛肉以外，还有什么魔芋、豆腐、长葱等等好多材料。可为了节约时间，也为了压缩成本，这些乱七八糟的全砍掉，就是牛肉、洋葱。吉野家的厨房里一个大桶，全是做好的浇头，1碗米饭浇上1勺就可以出餐，整个过程只需要15秒钟。在松田社长的字典里，吉野家等于快速加美味加便宜。最终啊，就这么一个20平米的小店儿，到1965年的时候，小目标实现了。那1个亿的目标实现了，松田社长的下一个目标就是3亿。这回光靠1家店肯定不行了，于是开始开分店。68年、69年连续开了2家，但是似乎这种传统的扩张模式啊，总是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。最根本的就是怎么解决2个问题，一是怎么快速扩张，就是开新的分店啊，因为每开一家新店都需要大量的资金，而吉野家的牛肉饭重视的是性价比，换句话说就是不赚什么钱，所以攒1年的钱才能开出1家新店来。想要加快扩张的速度，力不从心。另外就是店铺多了，怎么才能让每家店的味道吃起来都一样，也就是所谓的产品标准化。那么答案很快就送上门来了。1970年大阪世博会，世博会里出现了一家美国的餐饮企业，叫做肯德基。转过年来，另外一家叫做麦当劳的企业也开始登陆日本。于是加盟连锁这个商业模式似乎就成了解决吉野家问题的最优解。从此吉野家开始变得不一样了，比如说出现了中央厨房，做成半成品以后再配送到各个店铺，这样味道就统一了。比如说为了能有稳定的牛肉货源，直接在美国丹佛设立了公司，现地采购直接运输。比如说不计成本的对自己的员工投资，对于努力的员工不遗余力的进行培养，高工资、高奖金，公司出钱派他去美国留学什么的。比如说吉野家刚开到第5家店铺的时候，那会儿1971年，斥资3亿日元就引入电脑来进行管理，各家店的销售额统计、产品的成本控制，甚至米饭和牛肉的比例都实现了 IT 化。有了这些基础的保障，也使得吉野家的新店加盟变得特别顺利。当时啊，如果在日本想开一家吉野家，只要掏出225万日元的加盟费，其他什么都不用管。店里的桌椅板凳、厨具、牛肉大米、筷子、牙签，包括从业人员，全是总部给提供。每个月只要把销售额的3%交给总部，剩下的利润都是自己的。再加上当时啊，正好是日本外食产业开始腾飞的时期，所以1972年还只有10家店铺的吉野家，过了5年，到77年的时候就超过了100家店，78年超过了200家店，到79年的时候266家店铺，实现销售额193亿日元，绝对的日本牛肉饭顶流企业。然后又过了1年，1980年7月份，公司申请破产。对，您没听错，申请破产。说发展的那么快，怎么会破产呢？其实也不奇怪啊，人类社会这种盛极而衰的例子太多了，小到个人，大到国家。比如当年的开元盛世，唐玄宗李隆基带着一个大帝国进到了整个封建社会最鼎盛的时期，然后呢，急转直下，一场安史之乱差点没亡了国。企业也是一样，我们复盘一下当时的吉野家。先说松田社长吧，人不错，有干劲儿，有情怀，
在员工中声望又高，再加上这买卖是从他爸爸那边传下来的，总结起来一句话：根儿红苗正人又狠，在公司里说一不二，权力没有任何的制约。这种情况如果是管理一个小店铺或者小公司可能还好，老板对公司如臂使指，很多想法可以迅速落实下去，错了也没事儿，反正传销好掉头嘛，就算把公司都赔了也没几个钱。但如果公司做大了呢，社长的一个念头可能就会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啊。上面一句话底下一台戏，再加上当时吉野家的组织结构也有问题，公司里面13个部门都归社长一个人管，社长的一天也只有24个小时，不睡觉也管不过来呀。管不过来就意味着没人管，结果就是顾此失彼，出现各种问题。我们从今天的上帝视角来看，当年导致这次破产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现金流出了问题。那么导致现金流出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过度的开新店扩张。1977年的时候，已经有100多家店的吉野家内部经过推演，制定了一个5年发展计划。根据当时日本社会的消费能力推算，差不多每10万人的商圈开一家店是最合适的。这样吉野家的目标就是在今后的5年内，在日本要开到200家店。可就这样一个需要5年的计划，被松田社长的一句话压缩成了1年。后来还把200家店的目标一拍脑袋改成300家。那结果可想而知了，收钱加盟店的增长速度是一定的，那只能是开直营店才能增加大量的新店。那开直营店需要租房子、购置设备、招聘人员，刚才说了，需要大量的现金投入，而且为了快速实现把店开起来的目标，萝卜快了不洗泥，出了好多的问题。比如说能租到的房子大小不合适怎么办？吉野家的标准店铺面积是60平米，那着急开店呀，没有小的，那就有什么租什么呗。比如说广岛东云店，为了凑一个店铺数的目标，直接租了一个300平米的，面积超出了标准4倍的房子。可里边的布局没变，还是只放5张桌子，那肯定赚不回本来。另外店铺数多了，人员也得跟上啊。77到78年，吉野家的员工从200多人涨到400多人，增加了1倍。这意味着所有的相关成本从27亿日元涨到了80亿日元，增加了差不多3倍。所以您看啊，新开的店不赚钱，在收入没有明显增加的前提下，成本又大幅度提高。刚才我们说1979年的销售额193亿日元，其实利润只有9200万，利润率0.48%。而且呀，那一年其实还出现了大量的牛肉变质，如果把这些牛肉的折损算进去的话，一下就变成5亿日元的赤字了。漏屋偏逢连阴雨，这时候日本还对美国牛肉的进口施加了限制，从美国进口不了牛肉了，想改用澳洲产的吧，贵；用日本国产的呢，更贵。最后作为一个折中的方案，把美国的牛肉先运到台湾，脱水30%以后加工成冻干肉，再从台湾进到日本。表面看问题是解决了，可冻干肉的味道它肯定不好吃啊。作为一家餐饮店，口味占有绝对的话语权，所以客人就开始减少，销售额就开始降低。为了活下去，就要进一步压缩成本，那品质只能继续下降，客人就进一步减少，就是这样一个恶性循环，就这么开始了。在这种经营业绩下，银行也开始收紧对吉野家的贷款，赚不来钱也借不来钱的吉野家就这样开始了破产重组的程序。然后中间又各种遇人不淑、内斗，一直到了3年以后的1983年，才最终被日本的 C 总集团接手，才又一步步的有了今天这个已经123岁的吉野家。好了，今天时间差不多了，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我们再找个机会把之后没讲的故事给补上。今天呢就聊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